大家好，今天是10月25号，视频再来聊一下狗狗币昨天的一个观点。目前它周线里面的形态是有一个初步牛市的雏形，感觉是要走出来，或者是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一个周线的牛市线，它在20年底部的时候，当时里面有哪一些知识值得我们去参考的，或者是比特币现在是开始在缩量了，有没有可能在感恩节过后，比特币会进行一个向上的突破？因为昨天也是有聊到一个压力位是17000，17000那现在是迟迟过不去，而且是在缩量。那里面的4个小时的形态，或者是日线级别的形态，有哪一些知识点我们应该值得去借鉴的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么来看一下，就狗狗币昨天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它这个矩形我在之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有可能会震荡2到3个月啊，你尽量不要在矩形高位追，再观察有没有低档的位置。那这个低档有买的话，昨天是跟朋友们讲，这边又有一半的压力区，你画一条直线过去，可以看一下之前这一根 K 线出来之后，它这个位置是一直在震荡，为什么这几根 K 线是在一半上方？那现在既然价格是在一半的下方，来到这种位置的时候，遇到成交的密集区，你就把它短线先看作压力来对待。如果有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选择买一半，因为前面低点你如果是超短线的朋友，当然长线就不要去管它，长线你尽量给我抱长一点啊。短线这个位置要卖的话，你就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如果是卖飞掉比特币，因为现在也要看整个大盘到底能不能马上给我过了这个17000，如果是过不了，你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卖对，看它还有没有压回低档位置。如果是没有直接上去，那你留一半短线的仓位，等这个高档的位置再买，有可能它还会在这个位置这。那至于牛市的雏形，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就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讲的，它这一个周线里面的这一条绿色的是 EMA 哦，还有这一条红色的就是周线的20MA 20天的成本。那如果我们去参考历史上的牛市，比特币也好，狗狗币也罢，你可以观察一下，它在牛市的时候是不是周线里面这一条绿色的线是一直在这一个红色的20MA 上方？这只是一大波啊！周线里面能走出这么大的一个行情，到时候要卖到这种位置啊。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是不是这样子走的，也是一样啊。它在20年的整个牛市，或者21年的整个大涨的行情，这个绿色的线一直在这个红色的线上方，这就是一整个大波段。所以现在的狗狗币或者是其他的币种，最近有些朋友是在问，我是找了很多，没有哪一个币种感觉是有初步牛市要出来的，除了那个什么 LTC 是有这种感觉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不过它现在是短线是有一点高啊，你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不过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个狗狗币，所以最近一直在跟踪。如果是真的下一步它整理结束，目前的区间我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根 K 线你去参考的一根 K 线，就是这一个20年的7月份的这一根，跟这一根是非常的像啊。这一根出来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绿色的线已经来到红色的线上方，但是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整理了一个矩形以后，还有一次压回，现在是不是在压回？所以目前的位置就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像哦。我们拉近一点来观察，就这个位置有可能类似这个位置的矩形区间，你尽量看有没有这种低点的位置买，可能还有高点，或者是它如果有高点以后会不会再压回，又破了这个矩形，而且是甚至把这两条线感觉本来都走好的，把这个红色的20MA 给它破掉以后，那我们观察一下为什么在这边会再稳出一个区间，就是因为前面半年多这整个都是主力的一个买入成本区，它这个位置破不下去啊，就是这样子啊。现在的一个形态是不是非常的像？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整理区，这边就是主力的一个买入成本，压回要大胆买，如果是还有资金这种位置买，当然你也要留一些资金，我天天在讲，就算是能再回到 0.05 大胆的给我买，这边就是主力的一个买入成本区。因为现在整个线这个 20MA 或者是 21MA， 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买入成本全部都在低位，
如果是它在这个位置能横出一个区间，目前到底在等什么？等整个大盘的大环境，大盘还没有上去，狗狗币的主力它也不管，就随便拉，有可能它在这个位置会利用时间来震荡，来洗盘，把前面的低档筹码先给它洗出去，或者是甚至再挖坑，再来到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再上去？那有可能真的牛市就要来了。至于时间会不会是在明年的3月份，或者是明年往后拖？也不确定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当下的一个比特币，昨天有讲到，我们可以用罗 K 来观察，就是短线的这个上影线的位置，它这边是前面2个高点是17000左右，这边是有一个压力区啊。那昨天这一个十字星已经开始缩量，主要也是这2天是进感恩节，包括美股今天也是休市啊，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也不想作为，主要是原因它2根 K 线确实是涨幅有点大。短线上应该也需要洗盘啊，可能是不是利用时间洗个2天或者3天？那在感恩节过后，到底会不会往上继续做变盘？我们就要留意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细节。这2天有跟大家讲嘛，先观察一下，就当时这个矩形，你破位以后，这2根是感觉有人在这边拉上影线啊，上影线后面是破位，继续破完以后就整理了4根，4个小时才4根，马上就来了一个多方的表态，这就是一个主力表态的 K 线。那如果把这2根 K 线组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塔形底，这边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那如果超短线的朋友，我这2天一直在讲，你再观察一下有没有16300的买点，因为当时16300也是取决于这一个矩形能不能重新翻到这个矩形上方。现在既然翻上去，压回来这个位置就是支撑。短线它目前的形态是还是在继续这边强势震荡。有没有压回这个16300？你或者是你的防线就设在这个位置。那至于里面的一些指标的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过高的时候，它指标跟不上，那就说明短线是有点背离。包括这个高点过的时候，这种就是奔走型整理啊，它有可能会再压回，整个矩形震荡 ，MACD 柱状放不出来。那这一次我们留意一下，它在这个位置如果要继续震，零轴现在是在零轴上方。零轴上方有没有可能走一个鸭子张嘴？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要死叉，那也没办法，我们尽量观察16300这个位置能不能撑住，因为目前的形态我感觉是还可以啊，是感觉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啊。当然短期是没有趋势，它是在横盘的一个趋势，你尽量找低点。那还有一点压力就是跟朋友们讲的这个17000，它也是日线级别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均线图。20MA 还有几天？明天开始这一根去掉，1、2、3、4天到5天，是不是在下周二？下周二整个20的一个红色的我们散户生命线，它将来到这个低位的区间，来到这个低位区间，下一次我们就观察能不能放量。如果是盘中在1个小时能提前放量，有没有可能这边整理到位，或者是它再往下压一次，然后看能不能放量。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牛图。